我叫林昭，南梁最不受待见的七公主。和亲的旨意下来那天，我正蹲在冷宫后院劈柴，咔嚓一声，碗口粗的木桩应声裂成两半，传旨太监的脸白得比我案头放馊了的豆腐还难看。世人只道红妆是女子最后的铠甲，却不知我的胭脂匣里藏刀，罗裙之下有剑。和亲，挺好，换个地方劈柴而已。对象吗？换成北狄王庭那些不长眼的，或许更顺手些。圣旨上说，北狄王点名要南梁最尊贵的狄公主，可惜王皇后生的那位金枝玉叶3年前就病逝了。于是我这个冷宫角落里长出来的，连宗仆玉蝶都快被遗忘的野草，就成了最尊贵的选择。车辇摇摇晃晃，走了整整3个月。送亲的仪仗队长看我的眼神从最初的轻蔑到后来的惊疑，最后只剩下恐惧。出京第5天，遇到一伙山匪，我嫌车里憋闷，先连跳下，拎起路边一根碗口粗用来拦路的断木当棍子使，半盏茶后，山匪躺了一地，哀嚎翻滚，我手里的棍子都被我打得只有一小段。仪仗队长跪在地上，满是恐惧。我拍拍手上并不存在的灰，瞥了眼毽上几点猩红的嫁衣袖口，可惜了这好料子。重新坐回车里，我摸出袖袋里藏着的一把巴掌长但可以伸缩的小刀，刀身漆黑，唯有刃口一线雪亮，指尖拂过冰冷的锋刃，这才是我真正的嫁妆。北狄王都赤城，风里裹着沙砾和牛羊的山气。王庭来接亲的是个胡子拉碴的将军，叫巴图。他骑在高大的黑马上，像座铁塔，鹰隼般的目光扫过送亲队伍。南梁公主下来，让我等看看娇滴滴的南朝花，经不经得起我北狄的风沙。护卫们敢怒不敢言。流苏被一只素白的手掀起，我一身繁复沉重的嫁衣，自己踩着脚蹬下了车辇。站定，抬头，目光平静地迎上巴图俯视的视线。倒是有几分颜色，王上见了想必欢喜。走，送咱们尊贵的公主去金笼子。我重新坐回辇车，握住我自己的刀。金笼子，谁是鸟还不一定呢。北狄的新王赫连卓比我预想的年轻，也比我预想的更不像个王。没有络腮胡子，没有满身彪悍的匪气，他穿着玄色镶金边的王袍，高踞在王座之上。我穿着那身几乎要压断脖子的嫁衣，站在王庭中央。周围的北狄贵族们目光像刀子，带着毫不掩饰的挑剔、估量以及看好戏的恶意。南梁的公主抬起头来，我依言抬头，视线与她撞个正着。她眼底掠过一丝极淡的、几乎难以捕捉的讶异，没有畏惧，没有怯懦，只有一片沉寂的深潭，像暴风雪来临前最后平静的冰原。她指尖在王座扶手上轻轻敲了一下，一个盛满烈酒的金碗被侍从捧到我面前，酒气冲鼻，辛辣无比。南梁的花儿喝得惯我们草原的烈酒吗？别一杯下去就倒了。我伸手端起那沉重的金碗，指尖稳得没有一丝颤抖。在所有人的注视下，仰头，喉间滚动，碗底朝空，一滴不剩。好酒，刚好配得上老娘的胃口。声音不大，清晰地回荡在突然变得死寂的大殿里。赫连卓的唇角似乎极轻微地向上牵动了一下。我的住处叫云霞殿，名字雅致，却像一座孤岛，被抛在北狄王庭最偏僻的角落。送来2个侍女，一个叫阿雅，瘦得像根豆芽菜，另一个叫乌人，看我的时候总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审视。殿内陈设华丽，却冰冷，连熏香都带着一股子陌生的属于草原的浓烈气息。对不起公主，我不是故意的。无事，你做得很好，不用紧张。摘下那些累赘的金玉之物，长发如瀑卸下，瞬间感觉轻松许多。我走到窗边，打开厚重的雕花木窗，冰冷的夜风猛地灌入，带着远方狼嚎的悠长回音。远处是连绵的黑色山峦轮廓，近处是王庭星星点点的灯火，陌生空旷，危机四伏。公主当心着凉。开着。乌人的手僵在半空，眼神复杂地看了我一眼，最终低下头。热水氤氲着雾气，我洗去脸上厚重的脂粉，铜镜里映出一张年轻的脸，眉不画而黛，唇不点儿珠，只是那双眼睛沉静的不像18岁的少女。指尖抚过袖口，
那枚薄如柳叶的冰冷小刀贴着肌肤。这深宫，这王庭，这陌生的土地，我的刀醒了。新婚夜，没有红烛摇曳，没有温情脉脉。赫连卓带着一身酒气和夜风的凉意进来时，我正坐在梳妆台前，擦拭着那柄漆黑的小刀。烛光下，刃口流转着森寒的光。他脚步顿在门口。南凉公主的嫁妆很别致。防身而已。王上见笑了。他走近，浓烈的酒气和属于男性的极具压迫感的气息扑面而来。我坐着没动，他俯身，带着薄茧的手指捏住我的下巴，迫使我抬头。距离近的能看清他眼底深处细碎的冰冷的审视。灵昭，你和你那病逝的嫡姐不像。龙生九子，尚且不同。王上觉得我该像谁？牙尖嘴利，穿着黑色的中衣，无声地躺在里侧，和他之间隔着足以再躺下一个人的距离。颈背冰凉，身边男人的呼吸平稳，却带着无形的重量。久到我几乎以为他睡着了。细微到极致的声音，不是风声，是窗棂被极其缓慢小心的撬动，极其轻微的一声咔嗒，窗栓被挑开，手中一点寒芒在昏暗中淬着毒，直扑床榻。赫然是背对着外侧，仿佛毫无防备的赫连卓的后心。就在那点寒芒即将刺入王袍的刹那，刺客手中的匕首被精准的击中刃身，猛地荡开。刺客身形一滞，眼中瞬间爆出难以置信的惊骇。他根本没看清那道乌光从何而来。电光火石间，原本沉睡的赫连卓猛地翻身，动作快如猎豹，大手如铁钳，精准地扣住了刺客持笔的手腕。在死寂的寝殿中格外清晰，匕首脱手落地，一切发生在呼吸之间，快得让人来不及眨眼。赫连卓单膝压在刺客背上，彻底锁死他的反抗，这才缓缓抬起头，深邃的目光越过地上瘫软的刺客，精准地锁定了依旧坐在床榻里侧的我。刚才那道救命的乌光，正是藏于其中的薄刃。他看着我，我也看着他。昏黄的烛光在他轮廓分明的侧脸上跳跃，那双墨玉般的眼睛深不见底，里面翻涌着探究、审视以及一丝难以言喻的兴味。好刀，好身手。我的王后看来不是朵娇花，是朵带刺的食人花。刺客像条死狗一样被拖了出去。赫连卓的贴身侍卫统领蒙哥进来时，脸色凝重的能滴出水。他看我的眼神更是复杂到了极点，敬畏、惊疑、忌惮。赫连卓挥挥手，蒙哥立刻躬身退下，殿内再次只剩下我们两人。血腥气尚未散尽，他走到案几旁，拿起自己的佩刀，抹挲着刀柄上的纹路。吓到了。还好，比南凉冷宫的耗子动静大点。他转过身，靠在案几边，抱着臂膀看我喝水。你早知道有人要来。猜的。新婚夜，王庭深处，戒备森严的寝殿，这么好的时机，不动手岂不浪费？他盯着我，半晌，忽然低笑出声，笑声在空旷的殿内回荡，带着点莫名的愉悦。灵昭，你真是让本王惊喜。王上的惊喜差点要了我的命。要不了，你有刀。他朝我走近一步，高大的身影带着强烈的压迫感。说，冷宫耗子多，所以练就了一身劈柴杀鼠的本事。冷宫墙高，想活下去，总得有点防身的手段。劈柴是力气活，练筋骨；杀鼠练眼力，练准头，也练胆。墙角的石头，断裂的树枝，磨砺的瓦片，都能是刀。活下来不容易，只是在陈述一个事实。赫连卓沉默地看着我，他眼底深处那层冰冷的审视，似乎被撬开了一道细微的缝隙。刀不错，鞘太寒酸，明日让绛作司给你配个金的。他将刀鞘放回我面前的妆台上，指尖不经意擦过我的手背，冰凉、粗糙，带着属于武人的力道。睡吧。他再次走向床榻，这次却躺在了里侧，将外侧留给了我。今夜应该能睡安稳了。安稳，在北狄的王庭，这安稳只持续了不到10天。赫连卓似乎很忙，新婚第2日，他便一头扎进了堆积如山的军政事务中。
偶尔会来云霞店用膳，但大多时候只是沉默的吃完，沉默的离开。我们之间维持着一种微妙的平衡，他不再试探我的刀，我也懒得去探究他的心思。阿雅依旧怯生生的，但在我偶尔指点他如何更省力的提水，如何避开刁难的管事嬷嬷后，看我的眼神多了些依赖。乌人依旧勤快，只是那份审视和闪烁更深了。王后，王后，不好了，阿吉他冲出来了，朝着云霞殿这边来了。赫连卓豢养的一头纯白色巨狼，据说是狼王的后代，只认赫连卓一人，被铁链锁在王庭最深处的地牢里。王上去城外大营巡视了，一时半会儿赶不回来，侍卫们不敢下死手，怕伤了王上的爱宠，又拦不住。外面已经传来惊恐的尖叫，野兽粗重的喘息声，还有侍卫们徒劳的呵斥和兵刃碰撞声越来越近。公主，快躲起来！我扶开阿雅的手，起身走到店门口，推开沉重的店门，阳光有些刺眼，只见庭院里一片狼藉，几个侍卫狼狈地举着长矛和盾牌，围成一个松散的半圈，却不断地被逼退。阿吉他在圈子中央，一头体型庞大的惊人的白色巨狼正低伏着身体，喉咙里发出威胁的低吼。他浑身毛发如银缎，在阳光下闪闪发光，一双狼眼却是纯粹的金色，此刻充满了暴力和嗜血的光芒。他似乎被围堵得极其烦躁，猛地一甩头，狠狠撞向一个迟钝的侍卫。砰！巨大的力量直接将那侍卫连人带盾撞飞出去，庞大的身躯如同离弦的银箭，带着腥风和死亡的压迫感直扑而来。王后，公主。乌人下意识地后退了一步，腥风扑面，那巨大的狼吻獠牙森白，近在咫尺，甚至能看到它。我站在原地没动，在那千钧一发之际，右手闪电般探入宽大的袖带，没有抽刀，摸出的是早上吃剩下用油纸包着的半块烤羊腿，还带着些许温热的油脂香气。就在阿吉他那布满獠牙，散发着血腥味的巨口即将咬到我面门的瞬间，动作行云流水，仿佛演练过千百遍。扑到半空的白狼动作猛地僵住，金色的狼眼里暴力的凶光被一种突如其来的巨大茫然和错愕取代。他下意识地合拢了嘴，獠牙深深陷入香喷喷油滋滋的烤羊肉里。他庞大的身躯因为惯性还是扑到了我跟前，但那股致命的冲击力已经被这投喂的动作无形化解，喉咙里那可怕的咆哮变成了这送到嘴边的香的要命的东西是啥？我是谁？我在哪？我要干什么？灵魂三问清晰地写在那双充满兽性的金色眼睛里。我甚至能看清它白色长睫毛上沾着的草屑。我抬起手，在所有人惊恐到几乎停止呼吸的注视下，轻轻的极其自然的挠了挠阿吉他毛茸茸的下巴，动作熟练的像是在撸一只家养的大狗。我声音不高，带着一种奇异的安抚力量。慢慢吃。阿吉他庞大的身体彻底僵住了，金色的狼眼瞪得溜圆，嘴里的羊肉都忘了嚼。下巴传来的陌生却异常舒服的抓挠感让他整个狼都懵了。他喉咙里发出一声意义不明的近乎委屈的咕噜声，然后鬼使神差的真的低头咔嚓咔嚓啃起了嘴里的羊腿，吃的那叫一个投入。凶厉暴怒不存在的。此刻的王上爱宠，北狄王庭最令人闻风丧胆的猛兽，温顺的像个饿坏了的大宝宝。满院的侍卫下巴掉了一地，眼珠子瞪得比铜铃还大。刚才那惊心动魄生死一线的场面呢，这画风变得也太快了吧。阿雅捂着嘴，眼泪还挂在脸上，表情却彻底呆滞。乌人站在店门内，脸色变幻不定，手指紧紧抠着门框。我继续慢条斯理地给白狼顺毛，从下巴到脖子，再到他宽阔结实的脊背。阿吉，他一声低沉压抑着惊怒的厉喝，猛地从庭院门口传来。他那张向来没什么表情的俊脸，第一次出现了明显的裂痕，惊愕，难以置信。
还有一丝被冒犯领地般的阴沉。他大步流星地走过来，带起的风都带着寒意，目光锐利地扫过一片狼藉的庭院和惊魂未定的侍卫。他的声音冷得像冰碴子。这里怎么回事？回禀王上，阿吉他不知为何突然挣断铁链冲了出来，直奔云霞殿。属下等无能拦他不住，眼看他就要伤到王后，是王后用羊腿。侍卫统领的声音卡住了，似乎也觉得这过程过于离谱。赫连卓的目光终于沉沉地落在我身上，以及我那只还在给白狼顺毛的手上。阿吉他察觉到主人靠近，抬起头，金色的狼眼看了看赫连卓，又看了看我，喉咙里发出一声模糊的呜咽，有点犹豫，但最终他选择继续低头啃羊腿，尾巴尖还讨好似的轻轻扫了扫我的裙角。他额角的青筋似乎跳了一下。他走到阿吉他面前，蹲下身，白狼立刻放下羊腿，用巨大的头颅去蹭他的手心，喉咙里发出撒娇般的呜噜声。你做的？怎么做到的？饿了。他喜欢被挠下巴。赫连卓沉默地看着我，空气死寂，蒙哥和侍卫们大气不敢出。良久，赫连卓站起身，他脱下自己的外袍，然后在所有人的目光中，将他的外袍丢在了我的怀里。披上，下次穿厚点。把阿杰他带回去，加3重金刚链。今日负责看守的人编30，统领编50。赫连卓最后瞥了一眼阿吉他，冷哼一声，转身大步离开。蒙哥等人连忙跟上。我抱着那件还带着尘土和汗水气息，却异常宽大温暖的玄色王袍，站在原地。风卷起袍角，脚边阿吉他委屈的呜咽一声，被侍卫小心的套上新的锁链牵走。他一步3回头，金色的狼眼可怜巴巴的看着我，羊腿的贿赂，下巴的抓挠。野兽的心有时候比人更简单。我低头嗅了嗅怀中王袍上属于那个男人的浓烈而霸道的气息。这场和亲的游戏似乎开始变得有趣了。经此一役，南凉公主用半块羊腿驯服狼王的传奇，像长了翅膀的风，一夜之间刮遍了整个赤城王庭。风向开始变得微妙，明面上的刁难和试探少了很多，但暗地里的窥探却像草丛里的毒蛇，更加隐蔽。公主，您太厉害了，连阿吉他都听您的。他只是饿了。巫人依旧沉默的做事，只是给我端茶递水时，手似乎更稳了些，眼神深处那丝闪烁也淡去不少。这天午后，赫连卓破天荒的早早来了云霞殿。他没穿王袍，一身利落的玄色旗装勾勒出宽肩窄腰的劲瘦身形。跟我走。北狄王庭的围场在赤城西面，广袤无垠的草原延伸向天际，远处是起伏的山峦，风里是自由的味道。阿图看到我跟着赫连卓出现，尤其是看到赫连卓那匹通体漆黑、神俊非凡、名叫追风的坐骑旁，周围的贵族青年们发出一阵低低的哄笑。显然在他们眼里，我这个用羊腿取巧驯狼的南凉公主依旧是朵只能观赏的娇花。赫连卓没有说话，只是在远处静静地看向我。我走到那匹枣红母马旁边，它很温顺，大眼睛湿漉漉的。我摸了摸它的鬃毛，然后在所有人惊愕的目光中，单手抓住马鞍前桥，脚下发力，身体轻盈如燕，一个干净利落的翻身，稳稳地落在了马背上，动作流畅，毫不拖泥带水，哪里有一丝一毫金枝玉叶的娇弱。哄笑声戛然而止。我勒住缰绳，枣红马打了个响鼻，温顺的原地踏了几步。我看向赫连卓，声音清晰：王上，我的弓呢？赫连卓眼底似乎有极淡的笑意一闪而过，他朝蒙哥一抬手，蒙哥立刻捧上一张制作精良的角弓，弓身线条流畅，入手沉甸甸的，韧性极佳，一看就知道不是凡品。试试。驾！你们都给我跟上王后。风声在耳边呼啸，青草的气息混杂着泥土的味道，久违的畅快感涌遍全身。冷宫的高墙关不住我，前方草丛一阵晃动，一只肥硕的野兔惊慌窜出，我眼神一凝，控缰、侧身、抽剑、搭弓，动作一气呵成。嘣，弓弦震响，羽箭如流星赶月，噗，精准地贯穿了野兔的脖颈，它甚至来不及蹬腿，
就栽倒在地。我策马过去，俯身拔剑，将上有余温的猎物提起，挂在马鞍旁，动作干脆利落。哦，没想到剑法很不错。冷宫耗子多，练的。看来南梁的耗子个头不小。围场围猎正式开始，赫连卓如同出闸的猛虎，一马当先。他的剑术霸道凌厉，力无虚发。我则策马游弋在侧翼，弓弦每一次震响，必有收获。野兔、雉鸡，甚至一只惊慌失措的狍子。我的剑刁钻、精准、狠辣，专挑猎物的要害，力求一击毙命，绝不浪费多余的力气。巴图几次想催马靠近赫连卓，都被我无意间策马挡住路线。赫连卓将一切都看在眼里，他什么也没说。玩得开心吗？尚可。我挽弓，瞄准远处一只在草丛中探头探脑的狐狸，嘣，剑出，狐狸哀鸣一声，翻滚倒地。弓弦在震，猎物在逃，猎场如棋局，谁是猎人，谁是猎物，不到最后犹未可知。毫无悬念，赫连卓拔得头筹。王后真是好剑法，等重重赏赐，拿着。我抬手接住，玉佩入手微沉，带着他掌心的温度。狼首图腾狰狞而威严，这是北狄王身份的象征之一。周围的吸气声清晰可闻，巴图的拳头捏得咯咯作响。我握紧玉佩，多谢王上的赏赐。赫连卓坐在主位，我坐在他身侧，嫉妒不甘，像毒虫在啃噬。酒过三巡，一个喝得满脸通红的贵族青年摇摇晃晃站起来，借着酒意大声道：王上，今日围猎尽兴，王后娘娘剑法更是神妙。不过咱们草原儿郎最佩服的还是真正的勇士，光会射些兔子野鸡可不够看，要能驯服最烈的马才算真本事。对，驯马，让王后娘娘也见识见识咱们草原的烈马。如何？好啊。围场边缘的马栏里，一匹通体乌黑，唯有四蹄雪白的骏马被牵了出来。它体型极其高大健硕，肌肉线条奔张，充满了爆炸性的力量感。马鬃飞扬，眼神倔强不驯。王后娘娘，这可是咱们围场今年最难驯的乌云踏雪，性子暴得很，已经摔残了好几个驯马师。您要是能驯服它，那才叫真本事。挑衅的目光毫不掩饰，周围一片哄闹和口哨声。赫连卓坐在篝火旁，静静地看着。我走到马栏前，乌云踏雪警惕地盯着我，金色的马眼中满是暴躁和敌意，巨大的头颅猛地一甩，试图挣脱马夫的束缚。我示意马夫松开缰绳，马夫犹豫了一下，看向赫连卓。赫连卓微微颔首，缰绳松开，乌云踏雪如同脱缰的黑色闪电，嘶鸣着，猛地朝我这个方向冲撞过来，带着要将渺小人类践踏成泥的狂暴气势。人群发出惊惊呼，阿雅吓得捂住了眼睛。就在那碗口大的铁蹄即将踏落的瞬间，我动了，不是后退，而是迎着狂暴的骏马不退反进，身体如同鬼魅般侧滑，险之又险地避开那致命的冲撞，同时右手快如闪电，一把精准地抓住了飞扬的马鬃。我如同灵巧的飞燕，稳稳地落在了宽阔如船的马背上。乌云踏雪暴怒了，他感受到了背上的重量，瞬间陷入癫狂，羊蹄、撂蹶子，疯狂地原地腾跃。我双腿如同铁箍，死死夹住马腹，身体伏低，随着他疯狂的颠簸起伏，仿佛狂风巨浪中的一叶蓬舟。左手死死抓住鬃毛，右手握拳，指节凸起，带着千钧之力，狠狠一拳砸在他脖颈侧面一块强健的肌肉连接处。砰！沉闷的响声，乌云踏雪吃痛，发出一声凄厉的嘶鸣，挣扎得更加疯狂。我眼神冰冷，第二拳、第三拳，每一拳都精准地砸在他最吃痛、最影响发力的筋肉节点，力量控制得恰到好处，不会重伤他，却足以让他痛入骨髓。同时，双腿发力，控制着他颠簸的方向，逼迫他朝着草场边缘一处松软的沙土地冲去。乌云踏雪彻底疯了，他从未遇到过如此难缠、如此卑鄙的对手，打又打不到，甩又甩不掉，每一次疯狂的挣扎换来的都是精准而剧烈的疼痛。他金色的马眼中，狂暴渐渐被一种惊疑和恐惧取代，他嘶鸣着冲进了松软的沙土地，一声清越的长啸
压过了骏马的嘶鸣，乌云踏雪前蹄高高扬起，庞大的身躯几乎直立起来，划出一道惊心动魄的弧线。他巨大的头颅终于温顺地低垂下来。我松开缰绳，拍了拍他汗湿的脖颈，翻身下马，动作干脆利落。篝火旁死一般的寂静，所有人都像被掐住了脖子。赫连卓缓缓站起身，篝火在他身后跳跃，将他高大的身影投下长长的影子。他一步步走过来，靴子踩在草地上，发出沙沙的轻响，在寂静的夜里格外清晰。他走到乌云踏雪面前，这匹刚刚还桀骜不驯的烈马，此刻温顺地蹭了蹭他的手心。然后赫连卓的目光落在了我身上，深沉、灼热，带着洞穿一切的力量。他伸出手，不是递给我什么，而是握住了我因为用力过度，指节处已经擦破渗血的右手。他的手掌宽大、粗糙，带着厚茧，完全包裹住我的手，温热有力。赫连卓问我疼吗？我回答他，比劈柴轻松。他低笑一声，笑声沉沉，然后他做了一件让所有人倒抽一口冷气的事，他握着我的手高高举起。从今日起，见王后灵昭，如见本王，不敬王后者，如同不敬本王，杀无赦。夜宴在一种极度诡异和压抑的气氛中草草结束。赫连卓喝了不少酒，回到云霞殿时，他身上带着浓烈的酒气。殿内灯火通明，阿雅和乌人早已备好热水，却被赫连卓挥手平退。殿内只剩下我们两人，他靠坐在宽大的座椅里，闭眼，手揉着眉心。我倒了杯温热的茶，放在他手边的案几上。他睁开眼，墨玉般的眸子因为酒意染上了一层氤氲的雾气，少了平日的锐利冰冷，多了几分深底层。他唤我灵昭，我回答他又说，冷宫里的公主不会劈柴，不会杀鼠，更不会用拳头驯服草原最烈的马，让我告诉他我究竟是谁。空气仿佛凝固了，烛火噼啪一声轻响，我迎着他审视的目光没有后退。我是灵昭，南凉冷宫长大的七公主，也是你赫连卓的和亲王后，仅此而已。赫连卓盯着我看了很久，久到殿内的烛火似乎都暗淡了几分。他忽然低笑出声，带着一种近乎自嘲的意味。好一个仅此而已。他站起身，高大的身影在烛光下拉得很长。他走到我面前，距离近的能感受到他胸膛散发的热意，带着薄茧的手指轻轻拂过我右手擦破的指关节。他的指尖温热，拂过伤处时带着细微的麻痒。我抬眼，他的目光深不见底，只有一种沉甸甸的笃定。睡吧，明日带你去个地方。赫连卓带我去的地方是赤城外一处僻静的河谷。深秋，河水清冽，岸边野草已染上枯黄。一座不起眼的青石墓碑静静矗立在河畔，一株高大的胡杨树下，碑上没有名讳，只刻着一柄简洁的弯刀图腾。我母亲。赫连卓的声音很平静，听不出情绪。他蹲下身，将带来的一壶烈酒缓缓洒在碑前，接着说道，她是个牧羊女，也是草原最好的刀客。赫连卓的声音低沉，像在讲述别人的故事。老北狄王醉酒后的一次意外，有了我。他没进过王庭，生下我后就带着我住在这河谷边的毡房里，教我骑马，教我任星，教我。他顿了顿，手指拂过墓碑上那弯刀图腾的刻痕，如何在豺狼环伺的草原活下去。后来呢？我轻声问。后来，赫连卓扯了扯嘴角，说道，我10岁那年，被老北狄王正妃派来的狼撕碎了。他的语气很淡，淡得像在说一件与己无关的事，但那眼底深处翻涌着沉寂了太久的刻骨的寒意。我问他，那柄弯刀呢？他说断了。赫连卓站起身，看着清冽的河水和那些狼的骨头一起埋在了这河谷里。风吹过胡杨树，枯叶沙沙作响，像一声悠长的叹息。我走到墓碑前，蹲下身，从袖中取出那枚从不离身的乌木小刀鞘，轻轻放在了墓碑前。赫连卓的目光落在刀鞘上，又缓缓移到我脸上。为什么刀刻的刀不该被遗忘？我看着墓碑上的刀痕，赫连卓的瞳孔似乎微微收缩了一下。他看着我，
久久不语。深秋的风带着寒意，卷起我们的衣袍。他伸出手，不是握住我的手，而是轻轻拂开我被风吹乱贴在颊边的一缕发丝，指尖温热。从河谷回来后，日子似乎又恢复了表面的平静。赫连卓的剑亡后，如见本王的宣告，像一块巨石砸进深潭，激起的不只是涟漪，还有暗流下的漩涡。巴图将军变得异常沉默，见到我时恭敬了许多，也有忌惮和疏离。其他贵族亦是如此，唯有赫连卓的幼弟，年仅14岁的赫连觉，对我表现出了孩子气的好奇和亲近。他总爱往云霞殿跑，缠着我讲南梁的风物，看我擦拭那柄薄如柳叶的小刀，眼睛亮晶晶的。王嫂，你这刀真厉害，能教我用刀吗？少年人的崇拜很热烈，安雅脸上的笑容多了，胆子也大了，乌人做事也更加尽心。这天午后，赫连觉又兴冲冲地跑来，王嫂王嫂，你看我新得的弹弓。我刚要说话，乌人端着茶点进来，看到赫连觉手里的弹弓，脸色微微一变，脚步顿住。虽然他很快低下头掩饰过去，但那一瞬间的惊惶和欲言又止没能逃过我的眼睛。九王子，这弹弓看着真精巧，是哪里得的？赫连觉回答，是大王兄赏他的，说他前日骑射有进步。大王兄，赫连卓的长兄赫连萧，那个因为母族势力强大，一直对王位虎视眈眈的大王子。乌人的脸色更白了，端着托盘的手指微微发紧。他飞快地看了我一眼，眼神复杂，带着深深的忧虑。我心头微沉，面上却不动声色，笑着对赫连觉说，弹弓是好，不过练剑才是正途，改日让王上教你。赫连觉被成功转移了注意力，兴奋地点头。待他离开后，殿内只剩下我和乌人。我问他，那弹弓有何不妥？乌人的身体猛地一颤，他抬起头，脸上血色褪尽，眼中充满了挣扎和恐惧，嘴唇翕动了几下，却发不出声音。乌人扑通一声跪倒在地，额头重重磕在冰冷的地砖上。他说，王后娘娘奴婢该死，奴婢不敢说。他的身体抖得像秋风中的落叶。你既唤我一声殷王后，就该知道，如今这云霞殿里，谁才是你的主子？是生路还是死路，在你一念之间。娘娘，那弹弓的皮筋是用醉马草的枝叶浸泡过的啊。醉马草，草原上一种剧毒的野草，牛羊误食，轻则癫狂，重则暴毙，其枝叶粘在皮肤上也会引起溃烂麻痒。赫连萧把这东西给赫连觉干什么？乌人说，他的弟弟以前在大王子府上当差，不小心沾了醉马草，死了。他泣不成声，额头再次重重磕下，说他认出那皮筋的鞣制手法和气味，不敢隐瞒，求娘娘救救九王子。殿内死寂，只有乌人压抑的啜泣声。我站起身，走到窗边，远处赫连觉小小的身影正拿着那把精巧的弹弓，在庭院里对着树枝比划。阳光落在他身上，天真无邪。我的指尖拂过袖带里那冰冷的乌木刀鞘，毒蛇终于亮出了獠牙，而目标竟是一个孩子。我没有立刻声张，只是让乌人暗中盯着赫连觉，确保他暂时不会真的使用那把弹弓。然后我去了赫连卓处理政务的明光殿。蒙哥叫我王后，我问他王上在忙，他回答是，几位大人在里面议事，大王子也在。我心想，赫连萧来得正好。我点点头，没有进去，只是站在殿外的廊下等候。殿内隐约传来争论声，是为了草原西边草场划分问题。赫连萧的声音很大，但没用，赫连卓总能压下他。半个时辰后，殿门打开，几个大臣鱼贯而出，看到我纷纷恭敬行礼。最后出来的是赫连萧。赫连萧问我说，哟，王后娘娘也在，是来寻王弟的，表情得意又耐人寻味。我心下生厌。是，我说，并不与他多说什么，我打心眼里对他充满警惕。赫连萧接着说，王弟真是好福气，娶了王后这般妙人，听说王后驯马驯狼都很厉害，真是巾帼不让须眉啊。突然他话锋一转，对了，前几日赏了小九一把弹弓，那小子可还喜欢。他眼中多了些试探。
我告诉他说，九王子很喜欢，一直当宝贝收着呢。大王子有心了，多谢大王子一直惦记着九王子。喜欢就好，喜欢就好，小孩子嘛，玩物而已。看着他的背影消失在公道尽头，我转身走进明光殿，殿内只剩下赫连卓一人。他正站在巨大的北狄疆域图前，背对着门口，玄色王袍衬得他肩背挺直，如山岳沉稳。我问他，都听到了。他说，他会信吗？语气听不出喜怒，但我感觉他此刻周身气压极低。我对赫连卓说，他信不信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上面的醉马草毒沾上了九王子的手就毁了。他拿起弹弓，凑近鼻端仔细嗅了嗅，脸色陡然阴沉如冰，周身散发出骇人的杀意，整个大殿的温度仿佛都骤降了几分。好，很好，赫连萧，你找死！他猛地抬头看向我，眼底翻涌着暴戾的怒火。小九呢？可有找到他？在云霞殿，巫人看着他，暂时无恙。赫连卓闭了闭眼，在睁开时，那骇人的杀意被强行压下，只剩下深不见底的寒潭。你打算怎么做？我回到云霞殿，拿起弹弓，心想将计就计。他想要一个意外，我们就还他一个更大的惊喜。3日后的午后，云霞殿突然传出凄厉的哭喊，九王子，九王子病了，快来人啊，传巫医，快传巫医。我跌跌撞撞地冲出殿门，小脸惨白如纸，声音都变了调。很快，整个王庭都被惊动了。赫连卓带着蒙哥和侍卫，面色铁青地赶到云霞殿，殿内一片混乱。赫连觉躺在软榻上，小脸通红，浑身滚烫，昏迷不醒。他的右手腕处赫然一片触目惊心的红肿。看着小九，我忍不住哭了起来。看顾小九的奴婢一直在磕头，说他错了，他没看住九王子。怎么回事？小九怎么会这样？王上，这弹弓的皮筋被人用醉马草的剧毒浸泡过啊，九王子这是中毒了。大殿的人都在震惊，醉马草毒，谁这么歹毒？殿内一片哗然，所有人都惊恐的看着那把精巧的杀人凶器。赫连萧脸上的痛心瞬间僵住，他猛地看向那把弹弓，又猛地看向我，眼神充满了难以置信的惊骇。不对，这和他计划的不一样。他明明只要那毒粘在皮筋内侧，只要用力拉弹弓，才会慢慢渗透到手上，造成贪玩受伤的假象。怎么可能只是蹭破点皮就溃烂的如此厉害？而且这症状发作的也太快了。夜晚，我抱着昏迷的赫连觉，目光却如同淬了冰的刀锋，冷冷地扫过赫连萧瞬间失色的脸。巫医，快救救王子！王上，此毒霸道啊！老朽只能尽力延缓。若要根除，除非立刻剜去腐肉，再敷上极北雪峰独有的冰魄草，否则毒入心脉，大罗神仙也难救啊！剜肉、冰魄草，所有人都倒吸一口冷气，我也震惊了。到底是谁想要小九的命？赫连萧更是如遭雷击。剜肉，他说，对一个孩子来说，何其痛苦，还会留下终身残疾。而冰魄草只生长在极北苦寒之地，万丈雪峰的峭壁之上，采摘之险，十死无生。这和他预想的小小惩戒完全背道而驰。剜肉，九儿这么小，怎么能剜肉？赫连卓的声音在发抖，看着昏迷的幼弟，眼圈通红，猛地转身，如同暴怒的雄狮，目光死死锁定了赫连萧。王兄，我的好王兄啊，这把弹弓是你亲手送给小九的，你告诉本王，这上面的剧毒是怎么回事？扑通，赫连萧被赫连卓那是人的目光和狂暴的气势所摄，脸色惨白如鬼，腿一软，竟直接跪倒在地。王弟，王上，冤枉，臣冤枉啊！臣怎会害九弟？这定是有人陷害，对，有人陷害臣，是他，一定是他，是他调换了弹弓，是他想害九弟嫁祸于我，肯定是他勾结南梁。放肆！你再说一遍！赫连卓厉喝一声，如同雷霆，他猛地抽出腰间佩刀，寒光一闪，幸好他相信我。冰冷的刀锋直接架在了赫连萧的脖子上，刺骨的寒意瞬间让赫连萧的哭嚎戛然而止。他僵在原地，浑身抖如筛糠，裤裆处瞬间湿了一片，浓重的骚臭味弥漫开来。周围的贵族大臣们惊恐的后退，噤若寒蝉。赫连卓的眼神如同看着一个死人。陷害？你有什么资格说陷害？这把弹弓
自你赏赐给小九后，一直由他贴身收在寝殿，云霞殿上下皆可作证。王后今日之前从未碰过此物，反倒是你。本王查到你府上负责揉制皮具的匠人3日前突然暴毙。赫连卓的声音如同来自九幽地狱，每一个字都带着血腥气。他的家人也在昨日意外遭遇狼群，尸骨无存。赫连霄把刀锋往前送了半分，嫣红的血珠瞬间从赫连霄肥厚的脖颈上沁出。好毒的心肠，好狠的手段，赫连霄彻底瘫软在地，吓得魂飞魄散。他自以为天衣无缝的灭口，竟然早已被赫连卓洞悉。皇上饶命，皇上饶命啊！臣只是一时糊涂，臣没想要九弟的命啊！闭嘴！残害王嗣，构陷王后，罪证确凿，罪无可赦。来人，属下在。将逆贼赫连霄打入黑石死牢，严加看管。待本王取回冰魄草，救回王帝，再亲手剐了他，以祭天神。蒙哥一挥手，侍卫立刻上前，将赫连霄拖死狗般拖了下去。赫连觉手腕的溃烂是巫人用几种草药调配出的假象。赫连卓收刀入鞘，转身看向昏迷的赫连觉，又看向抱着他的我。那骇人的红肿和高热是秘药所致。至于醉马草毒，那把弹弓上确实有，但剂量少，真正的剧毒证据早已被赫连卓的人替换。但赫连卓并未立刻处决他，剐了他的是言犹在耳边，而救回王帝的前提是那株虚无缥缈的冰魄草。赫连卓当夜就不顾劝阻，带着精锐亲卫亲自出发，为幼帝寻药。王庭的权柄暂时落在了我手中。暗地里，无数双眼睛都在盯着云霞殿，盯着那个昏迷不醒的九王子，盯着我这个手握大权的南凉公主。巴图将军称病不出，其他贵族也大多闭门谢客。一种压抑笼罩着赤城。赫连卓离开的第5天深夜，万籁俱寂，只有寒风刮过宫墙的屋檐。我闭目躺在内室的床榻上，手边是那枚冰冷的乌木刀鞘。殿外守夜的侍卫是赫连卓留下的心腹，但太安静了，安静的反常，连虫鸣都没有。我悄无声息地坐起身，我感官被放大到极致，一丝极淡的不属于殿内的甜腥气混杂在夜风里飘了进来迷烟。我屏住呼吸，指尖已捏住袖中的薄刃。几乎是同时，数道黑影如同鬼魅，悄无声息地从不同方向的窗户翻了进来，落地无声。动作迅捷狠辣，直扑内室床榻，刀光在黑暗中淬着死亡的寒意，目标明确，斩草除根。就在那几道刀光即将劈落床帐的刹那，我动了，身体如同没有骨头的鱿鱼，贴着床边猛地滑到帷帐，锦缎撕裂，数把长刀狠狠劈在空无一人的床榻上。刺客们显然没料到目标会消失，动作齐齐一致。就在这电光火石的瞬间，乌光暴起，如同死神的镰刀，在黑暗中划出冰冷的轨迹，利刃割破咽喉的闷响，温热的液体喷溅而出。3个冲在最前面的刺客直挺挺地栽倒在地，剩下的刺客大惊失色，他们根本没看清攻击来自何方。我早已在挥出薄刃的瞬间，顺手抄起旁边矮几上一个沉重的铜制烛台，准备将烛台狠狠砸在一个欲扑向我的刺客头上。剩下的3个刺客成品自行围攻上来，刀光织成一片死亡之网，狭窄的内室成了修罗场。我矮身避开劈向头颅的一刀，同时右手薄刃如毒蛇吐信，刺入左侧刺客持刀手腕的金剑。剩下的2名刺客攻势更急，我利用桌椅的阻挡，身形飘忽，手中的薄刃和烛台成了最致命的武器。每一次反击都刁钻狠辣，力求一击废敌。黑暗中只听到粗重的喘息，冰刃碰撞的脆响，肉体被击中的闷响，以及濒死的惨哼。最后一个刺客看着同伴接连倒下，眼中终于露出了恐惧，他猛地虚晃一刀，转身就想跳窗逃走。想跑，晚了，我手中的铜烛台脱手飞出，如同出膛的炮弹，精准无比地砸在他的腿弯处。清脆的骨裂声，刺客惨嚎一声，扑倒在地，不等他挣扎，冰冷的薄刃已经抵在了他的咽喉上。谁派你来的？说了饶你不死。我的声音在黑暗中响起，如同索命的阎罗。刺客身体僵直，冷汗瞬间浸透衣衫。是巴图将军，他说只要杀了你和九王子，就……话音未落，一支淬毒的弩箭毫无征兆地从窗外
射入精准地钉入了刺客的太阳穴。刺客瞬间毙命，我猛地转头看向窗外，只看到一个模糊的黑影一闪而逝，杀人灭口，好快的手。店内的血腥气浓得化不开，死状各异。我走到窗边，夜风吹来，带着远处隐约的喧嚣和火光。皇后，您怎么样了？再下来迟了。我没事。传令，封锁王庭所有宫门，任何人不得进出，调一队人，立刻去保护巴图将军府。一只苍蝇也不许飞出去。再派人，持我奉令，去城外大营，调赤甲军入城，告诉他们，王上有令，清君侧，诛叛逆。喊杀声震耳欲聋。当赤甲军的铁蹄踏破将军府大门时，巴图正带着他蓄养多年的数百私兵做困兽之斗。他是个疯狂的武将，平时习惯练武，经常挥舞着巨大的战斧。赫连卓、林昭，你们这对狗男女，设局害我，老子不服。他看到赤甲军簇拥下骑马而来的我时，更是目眦欲裂，恨不得把我吃了。南梁贱人，你蛊惑王上，残害忠良，老子杀了你！他咆哮着，如同失控的巨熊，挥舞战斧，竟然冲开包围，直直朝我冲来。赤甲军将士怒吼着拦截，却被他的巨力劈开，他的目标是我。眨眼间，他已冲到近前，巨大的战斧带着开山裂石的力量，当头劈下。腥风扑面，死亡的气息瞬间笼罩，周围的赤甲军发出惊呼，千钧一发之际。我上马，猛地一夹马腹，枣红马灵巧地向侧前方跃出一步，战斧带着厉效，擦着马鞍劈空，巨大的力量砸在地上，碎石飞溅。巴图一击不中，就力已尽，心力未生。就在这瞬间，我身体后仰，几乎平躺在马背上。我精准无比地抓住了他因为用力过猛而微微抬起的持斧右臂的腋下铠甲连接处，那里是重甲防护最薄弱的地方。指尖发力，一股刁钻狠辣的寸劲狠狠打向他的腋下。一声凄厉又沉重的闷哼从巴图口中爆发，那声音里满是剧痛与难以置信。他那常年握战斧布满后茧的右臂，此刻如同被抽走了所有力气，连一丝动弹的力气都没有。那柄陪伴他征战多年，沾染过无数鲜血的沉重战斧再也握不住，哐当一声重重脱手砸落，砸在青石板地上，溅起细碎的石屑，发出沉闷的巨响。巴图那双素来凶狠如狼的眼睛里瞬间爆出极致的惊骇，瞳孔骤缩，仿佛不敢相信眼前发生的一切。他身经百战，从未有过这般狼狈且无力的时刻。不等他从震惊中回过神来，我借着腰间积攒的力道，猛地挣脱束缚，坐直了身体，左手早已下意识地探入鞍带，稳稳抽出那柄赤甲军制式马刀。刀身寒光凛冽，在火光的映照下泛着令人胆寒的冷光。没有丝毫犹豫，我手腕翻转，马刀划出一道流畅而凌厉的弧线，自下而上，带着破风之声。扑哧，冰冷的刀锋划进巴图颈部重甲与胸甲衔接的缝隙之中，那是他全身甲胄唯一的破绽。温热的鲜血瞬间喷涌而出，溅在我身上，顺着衣服的纹路缓缓滑落，在火光下泛着诡异的暗红。巴图那庞大的身躯猛地一僵，所有的动作都定格在这一刻，脸上的凶狠与惊骇凝固。他缓缓低下头，目光落在自己那道狰狞的伤口上，鲜血还在不断涌出，染红了他胸前的铠甲。随后他又艰难地抬起头，眼神里翻涌着惊愕，不甘与滔天的怨毒，最终化为一片死寂的死灰。轰隆，巴图庞大的身躯倒在了自己府邸，青石板地被震得微微颤抖，溅起一片细碎的尘埃。我微微抬手，甩了甩马刀上沾染的血珠，血珠落在地上，融入尘土之中。逆贼巴图勾结赫连骁残党，刺杀王嗣，谋反作乱，现已伏诛，降者不杀。赫连卓是在10天后回的王庭，带着一身风霜，还有一株装在玉盒里散发着悠悠寒气的冰魄草。当然是假的，不过是雪峰上随便采的一株形似的草药。王庭的叛乱早已尘埃落定，巴图受首，其党羽被连根拔起。赫连骁在死牢里听闻巴图兵败身死，自己彻底没了指望，当夜就畏罪自尽了。死状据说很安详。赫连觉得毒在冰魄草的神效下很快痊愈，只是手腕留下了一道浅浅的疤痕。小家伙活蹦乱跳，
对我更加依赖崇拜。云霞殿的血迹早已清洗干净，仿佛什么都没发生过。夜深，赫连卓沐浴更衣后，只穿着素白的中衣，靠坐在窗边的软榻上。月光透过窗棂，洒在他轮廓分明的侧脸上。他手里把玩着那枚我放在他母亲墓前的乌木刀鞘。不愧是你，做得很好。他的声音更多的是一种尘埃落定后的沉静。洗漱完后，我坐到他的身边，边拢起他的头发边说道：这不过是我的分内之事罢了。分内之事，南梁把你送来和亲，真是暴殄天物。现在我是北狄的王后。赫连卓低笑出声，站起身，走到我面前，高大的身影挡住了月光，投下一片阴影。领章，做我的王后，好不好？他的声音低沉，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宣告。好，我答应你，你可不要辜负我的真心。3个月转瞬即逝，初春的草原褪去了冬日的凛冽与苍茫，冰雪消融，潺潺溪流顺着草原的沟壑蜿蜒流淌，破土而出的新绿点缀在广袤的大地上。嫩芽抽枝，飞鸟掠过天际，整个草原都焕发出蓬勃的生机与活力。赤城王庭张灯结彩，举行了盛大而隆重的加冕仪式，旌旗猎猎，鼓声雷动。北狄各部落的首领与贵族纷纷前来，身着盛装，齐聚王庭，见证这一历史性的时刻。赫连卓身着玄色狼王朝服，腰束玉带，头戴狼形王冠，一步步走上祭天台，接受各部朝拜，正式加冕，成为北狄至高无上的郎主，执掌整个北狄的命运。而我灵昭，一个在南凉冷宫长大，从未被重视过的和亲公主，此刻身着华美的玄色金凤王后礼服，衣摆上绣着栩栩如生的金凤纹样，在阳光下熠熠生辉。我挽着赫连卓的手臂，与他并肩而立，站在高高的祭天台之上，俯瞰着下方的一切。下方是如山如海，身着盛装的北狄臣民，他们纷纷匍匐跪拜，身姿虔诚，口中高声呼喊，声浪如潮，震彻天地，久久回荡在草原之上。赫连卓微微侧手，宽大有力且带着宝剑的手轻轻握住了我的手，掌心的温度透过衣料传来。怕吗？我轻轻回握住他的手，目光缓缓扫过下方黑压压的人群，扫过远处广袤无垠的草原。怕什么？他低低笑了起来，笑声低沉而温柔，再次握紧了我的手，力道里满是真实与承诺。跟我一起看着万里河山。风掠过祭天台，吹动我们的衣摆，下方的欢呼声依旧震天。往后的岁月，我们共赴这万里山河。祭天仪式后，是盛大的夜宴，王庭内外灯火通明，酒肉飘香，歌舞喧天。赫连卓被贵族们簇拥着敬酒，脱不开身。我借口更衣，暂时离席。阿雅和乌人跟在我身后，行至一处僻静的回廊，月光如水。一个穿着南凉服饰、面生的内侍低着头，脚步匆匆地迎面走来。在与我们擦肩而过的瞬间，他脚步微顿，似乎被绊了一下。殿下，南边有信。一道极轻的声音飘入我耳中，同时一个用蜜蜡封好的小巧如指甲盖的蜡丸被塞入我垂落的袖中，动作快如鬼魅，不着痕迹。那内侍头也不抬，匆匆离去，消失在回廊尽头，仿佛从未出现过。我脚步未停，面色如常，袖中的手指轻轻捏住了那枚带着体温的蜡丸，冰冷坚硬，像一颗沉睡的毒种。阿雅和乌人毫无察觉。夜风吹过回廊，带来远处宴席的喧嚣。南凉的风终究还是吹过了草原，带着故土的尘埃和阴谋的气息。回到灯火辉煌的宴席，赫连卓正被几个喝得面红耳赤的部落首领围着，大声谈笑着什么。看到我回来，他隔着人群望来，墨玉般的眸子在璀璨灯火下深邃依旧。他朝我举了举手中的金杯，我微微颔首，走到他身边的主位坐下。袖中的蜡丸贴着肌肤，冰冷依旧。怎么去了那么久？透透气。我端起自己面前的酒杯，欲杯冰凉。赤城王庭的大殿内灯火通明，寿形铜灯燃着明亮的火焰，将殿内映照的暖意融融。案几上摆满了烤羊、奶酒、鲜果等北狄特色佳肴，香气四溢，丝竹之声悠扬婉转，回荡在大殿之中。北狄各部落的贵族谈笑风生，
唯有我端坐在赫连卓身侧，指尖微凉，神色平静地应对着周遭的寒暄与打量。赫连卓的手臂自然地搭在我身后的椅背上，姿态慵懒，仿佛在无声地宣告着我的归属。他周身的气息裹挟着淡淡的酒意，温热而浓烈，将我笼罩在一片专属的气场之中。累了？还好，不累。待会儿早点回去。我没有回答，只是微微颔首，目光落在殿中歌舞之上，指尖悄悄摸索到藏在袖口的蜡丸。啪！一声极其细微的轻响，被殿内的丝竹声与谈笑声彻底掩盖，无人察觉。南境异动，恐有兵祸。父病危，速归。字迹太过熟悉，那是我留在南凉冷宫中唯一对我还算忠心的老嬷嬷的笔记。兵祸，南境素来安稳，怎会突然异动？父病危，我拂过那冰冷的丝帛，心底翻涌着复杂的情绪。那个将我当作货物一般，毫不犹豫送来北狄和亲的父亲，他会病危？我心中一片寒凉。我端起桌案上那只冰凉的羊脂玉杯，仰头将杯中烈酒一饮而尽，辛辣的酒液顺着喉咙灼烧而下。殿内的喧闹依旧，丝竹声悠扬，唯有我指尖冰凉，默默消化着这封密信带来的惊天消息。宴席，大殿内的喧闹依旧未减，寿形铜灯的火焰跳跃不止，将每个人的脸庞都映得暖意融融。丝竹之声愈发悠扬，北狄贵族们的谈笑与臣民的欢呼交织在一起，远处的篝火在夜色中熊熊燃烧。我端坐于赫连卓身侧，刚饮尽一杯烈酒，指尖还残留着玉杯的冰凉，心底的波澜却被强行按捺。就在这时，赫连卓的手轻轻附了上来，稳稳搭在我放在膝上的手背上。他的手掌宽厚而温暖，像一束暖光，瞬间驱散了我指尖的寒凉，也驱散了几分心底的阴霾。酒烈，慢点喝。他的声音压得很低，带着几分酒后的沙哑，更藏着不易察觉的关切，没有丝毫帝王的威严，只有独属于我的温柔，将周遭的喧嚣都隔绝在外。我缓缓侧过头，迎上他的目光。归，我在心底无声地叩问自己，归何处？南凉的冷宫是我从小长大的地方，那里没有温暖，只有无尽的冷漠与囚禁，是一座无形的囚笼。南凉的朝堂是我的故土，却也是吞噬我尊严，将我当作棋子，那里没有亲情，只有算计与利用。而这里，北狄的王庭，有喧嚣，有暖意，有眼前这个给予我力量的人。我不再犹豫，紧紧握住赫连卓的手。他微微一怔，眼底闪过一丝诧异，随即缓缓收拢手指，将我的手完全包裹在他的掌心，食指紧紧交扣。这酒够劲，再给我满上。赫连卓看着我，带着几分宠溺，他没有多问，亲自执起桌案上的金壶，为我斟满酒。指尖微动，袖中的丝帛在我掌心无声地化为齑粉，散落在华美的羊毛地毯上。我端起酒杯，仰头将酒一饮而尽。我深知，身为南凉弃女，身为北狄王后，我早已没有退路。胭脂匣里藏着锋芒，罗裙之下藏着利刃，这万里河山从来都是一盘巨大的棋局。